華為 Mate 80 Pro Max、小米15 Ultra、OPPO Find X8 Ultra。本期就来看看这3台旗舰的对比，看点如下，推荐大家仔細去看。是不是还少了一台 vivo 家的旗舰呀？由于那台手机它的后摄焦段分布呢跟其他手机都不一样，有点特殊不过没事啊，咱們下期可以跟华為再安排一期横屏，再带上上一款華為的旗艦一起，也是3台手機在一塊兒啊。那畢竟快到年底了嘛，最近這2期的對比結果呢，就會影響我們年底頒獎節目各個獎項的歸屬了，所以別忘了提前關注我們啊，這樣的話就能第一時間看到了。雖然我們節目大量的時長都是在聊評測，但是我們節目的初衷永遠是為了吸引更多的朋友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非常感謝那些在視頻回復中上傳攝影作品的朋友，是你們用實際行動真正帶着大家參與到了攝影中來。更要感謝給我們點讚和加關注的朋友啊。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攝影環節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。器材雖然分好壞，但是攝影不論器材，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歡迎收看 ZPH，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！那下面就看看這3台設備的表現吧。那這3台手機呢，就是目前市面上4顆鏡頭的旗艦手機了啊，當然還有三星啊，只不過三星跟這3台手機比呢，影像上可能都快不帶玩了。再簡單說一下拍攝界面吧。現在是華為的拍攝界面啊，直接給出來的5個焦段切換按鈕，其中有超廣角主攝跟4倍的光學焦段。那麼6.2倍的光學焦段呢，被隱藏在2級界面裡了。它最上面那個10倍焦段呢，是6.2倍的數碼變焦。它這麼做的原因呢，也是為了拍攝界面裡各焦段分布的合理一些。反觀小米的拍攝界面呢，就直接給出了3倍跟4.3倍2個長焦鏡頭的光學焦段，這又導致了這2個焦段挨得比較近啊。焦段的分配呢，沒有華為那麼合理。我也覺得小米應該把4.3倍這個按鈕呢變成9倍或者10倍，看起來焦段分布更好一些。但是它的4.3倍鏡頭又是主打的一顆2.1像素长焦鏡頭，藏起來又不合適。現在是 OPPO 的拍攝界面，它的各個鏡頭焦段分布呢就還算合理。0.6倍的超廣角，1倍的主攝，最關鍵是3倍的中焦和6倍的長焦。而且在1級界面裡呢，就把所有光學焦段都展示出來了。測試的時候，3台手機的系統都升級到了最新正式版。那下面就開始對比它們在影像、在光學成像方面的表現了。還是先從主攝開始聊。參數就列這兒了。感光器大小呢是華為的稍微小一些，但是華為有一個可變光圈技術，在上一期呢各檔光圈的成像表現也已經試過了。在各檔光圈下，它的解析力都是非常優秀的。邊角畫質呢，在默認 f2.0 的情況下也是很優秀的。那這期呢，咱就不展開了啊。所有測試如果沒有特殊說明的話，都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拍攝方式就是拿起來就拍。先看第一組對比樣片，在默認狀態下，它們都是1200萬像素輸出的。顏色風格呢，確實是有差異的啊。你們肯定不可能知道當時真正的拍攝環境是什麼樣的色溫、什麼樣色彩的，而且你們每一個人的屏幕顯示出來的顏色肯定也都不一樣。從你們的屏幕看，你們喜歡誰的風格，誰的就好。那後面如果有明顯的偏色呢，或大家都能看出來偏色呢，我可能也会提一嘴啊。那麼最重要的中心解析力方面，是華為跟 OPPO 的表現更優秀啊，他們2個旗鼓相當。
華為跟 OPPO 在相機設置裡邊都可以打開高質量模式，華為是2500万像素輸出 ，OPPO 是2600万像素。小米呢没有這個功能，可能他自己覺得不想玩這些虛的吧，因為前面也測試過，華為的高質量模式呢跟它1200萬像素解析力呢沒有什麼區別，就是觀感上有一些區別啊。那經過這回測試呢，其實 OPPO 這邊也差不多。那麼最重要的整體解析力方面呢，依然是華為跟 OPPO 的表現更好一些啊。3台主攝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。在高清模式的加持下呢，依然是華為跟 OPPO 的解析力是最高的。但是這裡要說一下啊，華為的高清模式拍起來像拍夜景，要轉圈圈，拍张照片呢要等很久啊。虽然說中間也能停吧，但是體驗肯定沒有 OPPO 好。OPPO 這邊的高清模式拍攝呢，跟默認模式是沒有什麼區別的，按下快門就能成像。虽然說小米的體驗也是非常不錯的啊，跟 OPPO 一樣，但是它的解析力沒有 OPPO 高。鏡組的光學質量方面，先看右上角是小米的更優秀，再看左上角的表現依舊是小米的不錯啊。那小米在鏡組的光學質量這方面做的還是非常好的。在弱超广角鏡頭，先说一下華為啊，還是應該把感光器大小这種跟光學跟像長有關的參數公布一下。那麼最高像素呢是華為的稍微低一些啊，它只有4000萬像素。光圈呢是 OPPO 的大一些，視角呢是華為的最寬廣。先看第一組對比樣片，它們都是默認1200萬像素輸出的。還是那句話，你們每個人的屏幕顯示出來的顏色肯定是不一樣的，你們也不可能知道我拍攝的時候當時真實環境什麼樣，還是從你們自己的屏幕上去看，喜歡哪邊的風格，哪邊就是好的。那麼最重要的解析力方面呢，居然是原生像素最低的華為，它的解析力最高。雖然說他們的解析力跟自己的主攝比都比不了啊，但是矬子裡拔将軍確實是華為的稍微強點。再看一組對比，這個時候華為跟 OPPO 都打開了高質量模式，他們的像素一個是2500萬，一個是2600萬。哎呀，這個時候畫面的顏色區別好像更大了，是吧？沒關係，你們就說你們喜歡哪邊顏色就好。那麼最重要的，在解析力方面，這回是 OPPO 的表現更優秀了。3台超廣角都有真正的高清模式，華為是4000萬像素，小米跟 OPPO 都是5000萬像素。在高清模式下都能看出來是誰偏色吧？啊，沒錯啊 ，OPPO 的稍微偏冷一些。但是在最重要的解析力方面，依然是 OPPO 的解析力更高啊，相比於華為跟小米高很多。考你們一下啊，相機或者鏡頭在不改變任何硬件的情況下，是改变輸出的色彩風格難呢，還是提高解析力難？那麼鏡組的光學質量方面，先看右上角，哥仨誰也甭說誰，再看左上角。依然是哥仨誰也甭說誰。那再說中長焦鏡頭，那第一個焦段呢，華為這邊是4倍，小米跟 OPPO 都是3倍啊。具體的他們的參數呢都列這兒了，就不挨個念了。那麼最長的光學焦段呢，華為這邊是6.2倍，小米是4.3倍 ，OPPO 是6倍，但是小米的4.3倍呢是底更大的2.1像素感光器。对比樣片，先從2倍數碼變焦開始看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。那麼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其實華為跟 OPPO 都已經打開高質量模式了啊，但是解析力是像素最低的小米更好，但是高光部分呢是華為的表現更好啊，小米的高光過曝了。現在是3倍焦段的对比，華為的3倍呢是主攝的數碼變焦，小米跟 OPPO 呢他們都是光學焦段。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小米跟 OPPO 都不錯，但是高光部分的表現是 OPPO 的最好。现在就是相近的光学焦段了，华为是4倍，小米是4.3倍 ，OPPO 是4倍。这個時候解析力最高的呢是小米的4.3倍鏡頭啊。那現在是第一組長焦鏡頭的高清模式對比，它們都是5000萬像素的，華為4倍，小米3倍 ，OPPO 也是3倍。當時拍攝條件呢不是非常的理想，還有些水汽啊，反正對這3顆鏡頭來說呢難度都是挺高的，但是在最關鍵的解析力方面，是 OPPO 的表現更好。現在華為是6.2倍的光學鏡頭，小米是6倍的數碼變焦 ，OPPO 是6倍的光學鏡頭。那麼在解析力方面呢，華為跟 OPPO 的表現都是不錯的啊。由於小米是數碼變焦嘛，所以表現的差點也是情理之中。現在是他們第2顆長焦鏡頭的高像素模式對比了，華為是6.2倍，小米是4.3倍的2.1像素模式啊 ，OPPO 是6倍的5000萬像素。那麼這個時候解析力最好的並不是小米啊，而是 OPPO。而且有這樣的結果呢，我並不意外啊。OPPO 的這一代旗艦呢，從它一出生，它的6倍的高像素模式解析力就非常好。可以再對比一組啊，解析力最好的，綜合來看啊，確實是 OPPO 的表現最好。現在都是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了，那到了10倍呢，這哥仨誰也不抖機靈了。
不管開不開高質量模式，都是1200萬像素輸出了。那麼在解析力方面呢，他們仨還真都是誰也甭說誰。你看华为上期对比了一个菜逼啊，给人打的一褲衩子血，這回遇到俩高手，他們的實力啊，最起碼在10倍數碼變焦上還真是伯仲之間。現在是30倍的對比，那麼這組對比圖中呢，有自然紋理，也有重複的有利於 AI 計算的紋理。這個時候他們在成片上，尤其是 AI 計算上，呈現出了不同的性格啊，可以說是各有各的醜啊，誰也甭說誰。那還是回歸自然紋理比較多的場景吧，這樣 AI 搗亂的地方還少一些啊。這個時候解析力最高的你還別說啊，還真又是華為了。再說微距拍攝，這3台手機呢都可以用超廣角數碼變焦到主攝來配微距，也可以用長焦來拍攝微距。那麼華為超廣角拍攝微距的時候，白平衡漂移的問題，在前面聊 Pure 系列和 Mate 系列的時候都說過了，這裡就不再贅述了啊。只不過小米對於偏色這個事情呢表示不服啊，我也得顯擺偏色方面的能力。至於 OPPO 呢，沉默不語。不過在解析力方面呢，這哥仨呢還真是同一水平，但是要算上顏色問題呢，也就是 OPPO 的表現好點了。現在看到的就是他們用長焦鏡頭拍攝的微距了，華為是4倍，小米是3倍 ，OPPO 也是3倍。而且華為跟小米呢，在偏色問題方面都有些收斂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如果只看焦點部分呢，確實是華為的解析力更高。可以再對比一組長焦拍攝微距的效果啊，結果沒有懸念，就是華為的長焦微距是最好的。再說前攝，先看前攝自拍的表現，用的就是手機前攝的默認設置，沒有調其他的選項。那麼在這個場景下呢，我個人認為拍的最好的是小米。當然你們每個人的屏幕顯示出來顏色可能不一樣啊。有沒有人覺得 OPPO 那邊過紅呢？如果你的屏幕看着 OPPO 不紅的話呢，小米可能會有些土灰或者偏藍。但是從我這兒看呢，再結合人物面部的精緻程度啊，磨皮美顏的程度啊，綜合來說是小米的更好。現在是前攝錄像的表現，他們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都是非常不錯的。從我的屏幕上看呢，我認為華為跟小米的表現是比 OPPO 強的。那麼華為跟小米比呢，我也覺得小米的稍微好一些啊，整體看起來更舒服。再說人像拍攝，用的也是手機人像模式的默認設置，沒有調其他的選項。那第一個場景呢是順光的場景啊，陽光直接打在人物臉上，我認為支出效果最好的是小米。那麼第二個場景呢是逆光啊，這個時候我覺得整體效果最好的也是小米。相比之下，華為跟 OPPO 無論是在順光場景還是逆光場景啊，不光是膚色的問題啊，就是整體面部看起來的精緻程度都是不如小米的。再說直出擴張度的測試，先說華為吧。華為的主攝跟超廣角呢都測試了原色、鮮豔跟明快這3種大色彩模式，他們的表現呢都還可以啊，一般的場景都可以應付。亮部可以亮得上去啊，暗部可以暗得下來，樹枝與天空的分界呢做的也都非常自然。只不過某些場景啊，華為這3個大色彩模式在主攝上全偏色了啊，全偏藍。那麼超廣角的表現呢還可以。還有一個場景呢，主攝的鮮豔模式暗部明顯也偏藍了。那麼小米在直出擴張度環節的測試呢，相對於華為來說呢更穩定一些，但是它的測試結果呢跟之前提到的也是一樣的。它的徠卡經典模式比徠卡生動模式的表現更穩定，在這種大光比的場景，無論是主攝還是超廣角，都能拍出更好的效果。那譬如說這個場景，剛才華為的主攝偏藍了吧？那小米主攝的徠卡生動它也偏藍了。但是如果夜景拍攝呢，徠卡經典的細節呈現是沒有徠卡生動好的。那 OPPO 在直出擴張度的環節呢，測試了默認設置跟它的大師模式。它的大師模式呈現出來的色彩一直是我比較喜歡的，非常的特殊。但是在大光比的環境下，它的大師模式無論是亮部細節還是暗部細節，都有可能沒有默認顯示的充分。但是默認呢，雖然說它沒有出現華為跟小米在這個場景下的偏色，但是它的表現也不是很好啊，看着灰了吧唧的。總之 OPPO 的表現在默認狀態下呢也是很穩定的。大師模式呢不適合在大光比的場景下拍出更多的細節，但是我依然推薦你們用大師模式去創作，因為它的色彩在多數場景下確實非常好看。再說夜景對比，在這些我們精挑細選的有強光有陰影的城市燈光環境，這3台手機的表現都還不錯啊。但這裡要說一下 ，OPPO 的超廣角是默認打開了自動夜景，一開始我沒有發現，後來到了比較暗的場景的時候，我才發現它是開着自動夜景的。
因為到了暗的地方，它就開始轉圈圈了啊，成像時間需要半秒鐘的時間，其實等待時間也不是很長。但是 OPPO 尤其是超廣角，這裡要說一下它的問題。那現在看的就是超廣角真正的直出和自動夜景的成像區別，亮部的成像區別還是非常大的。那如果你關閉了自動夜景，那麼在任何场景下 ，OPPO 的成像速度是要比華為跟小米都要快的。那麼如果你打開自動夜景呢，就是到了比較暗的场景啊 ，HDR 合成比较难的场景啊。它的成像呢会比另外2台手机慢一些，但是也没有慢多少。其實一般的用戶呢，在这種普通城市夜景環境下，無論光比有多強都可以用默認設置直接拍，他們的表現呢都還不錯。畢竟呢，這些場景也不是分勝負的場景，後面還有極暗場景的。現在是中長焦鏡頭在夜晚環境的拍照對比啊。那麼先看2倍數碼變焦的表現，它們都是主摄的数碼变焦啊，这裡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華為的亮部呢是偏色了啊，這個東西是所有人都一眼都能看出來的。那麼在更重要的細節呈現方面呢，無論是2倍的數碼變焦，還是他們第一個長焦鏡頭和第2個長焦鏡頭，甚至一直到了10倍的數碼變焦，他們在這個環境下的表現都是沒有問題的。那麼到了城市的昏暗場景，他們的第一個長焦鏡頭，華為是4倍，小米是3倍，OPPO 是3倍。那麼解析力方面表現比較好的呢是華為跟 OPPO。第2個長焦鏡頭，華為是6.2倍，小米是4.3倍，OPPO 是6倍。解析力表現最好的是華為。那10倍數碼變焦的表現，細節呈現比較好的又是華為跟 OPPO 啊。來到真正的極暗環境，就打開夜景模式了，看看廠家軟硬件配合水平怎麼樣。第一個場景祖傳神速，主攝跟超廣角的表現，他們3個都挺好。那就上難度換健身器場景，這個場景還是非常難的。現在樹葉呢都快掉光了啊，遠處總會有一些細微的光線滲透過來，就這一點點光線，這華為就給拍過爆了。那如果從健身器上看呢，細節呈現最好的是 OPPO， 但是從樹皮的紋理啊、樹枝上看呢，是華為的好，因為他們倆要結合一下就好了，對吧？樹林小路場景主攝的表現、細節呈現方面最好的是華為，其次是小米。最難的祖傳神速 Pro 場景，拍攝當天呢是滿月，這個滿月還就照在樹的陰影部分，所以這點對於他們3個來說，拍出好的細節呢都是有幫助的。不過要是仔細分析，在細節呈現方面，依舊是華為的更好一點。視頻錄製用的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也是最接近社交軟件錄製的效果。現在是主攝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現，沒有架子，沒有穩定器。3台手機的表現在防抖跟清晰度方面都是很優秀的。現在是超廣角的錄製表現，防抖都是非常優秀的，但是從解析力上來說呢，仔細看，華為的稍微強一點點。現在是主攝2倍數碼變焦的錄製效果，防抖3台手機依舊都是非常出色的，解析力還是華為的更優秀。現在是3倍焦段的對比，小米跟 OPPO 都是光学焦段，華為是數碼變焦，但是解析力呢也沒有被另外2台手機甩開太遠啊。現在華為是4倍，小米是4.3倍，OPPO 呢是4倍。現在 OPPO 呢是3倍鏡頭的數碼變焦，在解析力上呢也沒有被華為跟小米甩開太遠，他們的表現也都是不錯的。現在華為是6.2倍的光學焦段，小米是6倍的數碼變焦。OPPO 是6倍的光學焦段，同樣的，雖然說小米是數碼變焦，但是也沒有被華為跟 OPPO 甩開太遠啊。他們3個在這方面做的還真的都不錯。現在是10倍焦段的對比，華為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做的是最出色的，小米的清晰度非常高 ，OPPO 那邊的清晰度呢是明顯沒有華為跟小米高的，但是小米呢它的防抖是沒有華為好的，只是華為這邊的顏色有些偏冷了啊。現在是他們最遠的錄像焦段3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這回解析力跟防抖是反過來的關係啊。解析力最高的是小米，其次是 OPPO， 最差的是華為，但是防抖最好的是華為，完了是 OPPO， 最差的是小米。雖然說解析力最高的小米噪點是非常明顯的，但是沒有關係，解析力強就是強。現在是主攝夜晚的錄像表現，這3台手機的主攝在這麼暗的地方拍出來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錯的啊。華為是暗部細節呈現最豐富的，小米也沒有受電子防抖的影響，它始終保持了最高的清晰度。現在是超廣角錄像表現，那麼綜合表現最好呢是華為啊，這回差距還是挺明顯的。現在華為是4倍，小米跟 OPPO 呢都是3倍，都是他們的光學焦段拍攝的。那麼綜合表現最好呢，就是清晰度啊、防抖，綜合表現最好的是 OPPO。小米跟華為呢都有那種拖拽的感覺啊，就是一拖一拖的感覺。
現在華為是6.2倍，小米是4.3倍，OPPO 是6倍，都是他们手机第2个长焦鏡頭拍攝的了。解析力最高的是華為，防抖最好的是 OPPO。這裡說句抱歉啊，因為10倍焦段有一台手機我沒有錄上，那麼10倍呢，咱就不對比了啊。OK， 終於到結尾了，3台手機在一塊對比呢，還是非常辛苦、非常累的。結尾呢，我就不多廢話了。大家覺得這3台手機誰的工業設計更好看，誰的外觀更好看啊？如果你喜歡華為就打1，喜歡小米打2，喜歡 OPPO 打3。OK， 到結尾了，看完前面內容，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了幫助，更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啊！別忘了給我們來個點讚，來個加關注。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